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抗议表彰大会上的政治角力与权力新局面啊。我们喜欢读角力，但是正确读音应该是角力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已经预报过的新闻啊。那么9月8号，这个抗议表彰大会举行，那我就不具体的再去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就讲我对这次表彰大会上的一些观察啊，因为这次大会有点不一样啊，有几个不一样啊。那我跟大家说说啊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这次表彰大会的宣传口径有3个定位啊，3个定位。这个宣传口径，第一个概括叫突如其来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大考啊，这就是对这次疫情的定位，叫突如其来啊。就突如其来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是为了中共最厉害的就是口述啊。这种口述就是用突如其来来掩盖在决策过程当中的这个失误失当啊，就所以叫突如其来，好像天上掉下来一样。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所以这前所未有的大考，把这一场灾难变成一场大考，其实也是掩盖这件事情的性质啊。这件性质是什么？这是一场灾难，浩劫。死伤无数的浩劫，他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考，就把这件事情的属性把它改掉啊。所以他的这个定位，首先概括的这个定位是什么？就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大考，背后都是有用意的啊。中共的所谓的宣传，基本上就是一件事，就是欺骗。所有的宣传都是为了掩盖他的问题。然后为了不仅仅掩盖他的问题，还要讲他的好处，这就是宣传。宣传其实本质上就是欺骗啊。这是第一个，叫定位啊。定性是什么？定性它的表述是这样：新冠肺炎是近100年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这是它的定性。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啊。什么叫较量？较量就是斗争，这就是中共的思维啊。给它的定性其实是一场较量。较量是什么叫较量？其实这是一场人道灾难啊，是一个疫情啊，那么应该是救灾的一个过程。他把它变成一个较量，这就是中共的定位定性啊。然后他对习近平是怎么评价啊？习近平是这么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啊。果断决策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的这个决策上的失误啊，就是我说了三周。延迟了3周的决策啊，导致这个疫情的向全国扩散啊。然后就是所谓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是他几号去了武汉啊，所以这亲自指挥，基本上他说的事情就是反着的啊。然后他这个习近平呢，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啊，给他一个这样的定位。但是宣传口，这一次宣传口没有突出习近平啊，没有突出习近平。你看这个新华网、人民网没有给习近平大头，没有给习近平，也没有给那个什么每四个什么人民英雄啊，什么表勋章、共和国勋章的，也没给他们大头。所以基本上就是只给了全景图，就是会场照片啊。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跟以前不一样。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好笑啊。第二个就是习近平的错别字啊，错别字
就我错别字大家会纠正我，但习近平的错别字没人纠正，大概什么错别字很多啊，错别字很多，什么混淆变成混淆啊，特殊变成特殊啊，等等啊，大家可以继续看一下，大家可以去央视网的那个视频还在，大家可以上去这个做功课，看看数看有多少个。反正我在那翻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十几个，我就听到十几个啊。习近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紧张啊，一方面你看他神情很紧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又试图表现出一种很沉重的表情。所以有点紧张，加上表现的有点沉重，这两种情绪混合在一起，所以他的表情有点怪异啊。其实他那个讲话很长，讲话稿很长，将近1个小时啊，将近1个小时。然后这个他读的比较慢啊，所以他那个讲话时间很长。这个李克强坐他旁边啊，很不耐烦，翻来翻去，我觉得他读的太慢了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他的这个情况啊。第三个，表彰了谁？表彰了谁呢？先进个人跟先进集体，我就不说了，只说4个人。这4个人就是这个用这个警车开道的接来的这4个人啊，警车开道，这很少见啊。所以现在开始做一些这样的动作。那么警车开道，然后这个弄了一个面包车啊，坐了4个人，一个是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还有一个陈薇啊。那么怎么表彰？共和国勋章是钟南山啊，钟南山的职务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系统疾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钟南山其实不是病毒学家，他是呼吸道疾病专家。大家知道，其实这场疫情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病毒啊，病毒才是这件事情的核心。但是你看，在整个的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大家看来看去都是一个呼吸道专家在那讲病毒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么这个表彰他的时候，表彰他什么呢？表彰他在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敢言啊，是敢医，勇于担当，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拯救了无数生命，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对这个钟南山，我已经老实讲，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我对他的起码的尊重。我认为他主要是他在这场疫情当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就是卖药，卖这个莲花清瘟啊，这是钟南山要记在他的账上的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莲花清瘟啊，这是第一个人，就是共和国勋章。结果这个人得了共和国勋章啊。然后有3个人民英雄，一个叫张伯礼啊，张伯礼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啊，工程院院士。然后他是干什么呢？他是把中药放到了治疗方案里面的人啊，就是他怎么表达他，就是说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是这个人啊，这个习近平很推中医啊。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推中医？没有别的，就是他爱好啊，他就好这口，那么上有所好，下有所
重啊，就是使劲的推啊，所以把它也，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武汉肺炎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中医全部都介入啊，中医全部都介入，这是而且正好可以讲一下中国方案，所谓的中国方案啊，这是张伯礼，还有一个叫张定宇，张定宇是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这是火线提拔，就是表现很好，所以把他给提拔了。这个表彰他说什么扎根医疗第一线的杰出代表，作为渐冻症患者，疫情期间义无反顾，冲锋在前，救死扶伤，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做出重大贡献。这是一线的，你看他的编排啊。然后第四个就是陈薇啊，陈薇是解放军军科院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啊，中科院院士，然后就是工程院院士，然后是少将。他应该是他接管的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是他接管的，后来就是他接管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然后他说这个疫情这个疫苗已经搞定了，是陈薇最近讲的啊，陈薇讲。这评价是这样：长期从事生物危害防控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闻令而动，在基础研究、疫苗、防控药物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为疫情防控做出重大贡献。大家看一下，就是这4个人，这是要表彰的，其实拎出来就是给大家看啊样板。那么这4个人，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习近平的爱好是些什么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我评判一下，就是作为张定宇，作为一线的人，一线的人太少啊，一线的人太少，都是官啊，他们都是在表彰自己啊，都是官，都是中共的官啊。好，继续讲讲座位啊，这个大会的座位有点奇怪啊，跟往常有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习近平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很长啊。如果按照以往的规矩，应该是什么？另外放一个独立的讲台，然后习近平上去讲话，对着这个台下讲，独立放到旁边，放一个讲台，他在讲台上讲。这次不是。这次没有独立的讲台，习近平的讲台，习近平直接就坐在座位上，有个主席台，正局常委一排，7常委一字排开，习近平坐中间，就在那儿做讲话，这有点不大正常啊，不大正常。理论上这种会议呢，这种级别的会议呢，应该会有独立的讲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会议开始之前呢，就是7常委和这个优秀集体、优秀个人合影见面，见面其实就是照个相，因为人太多啊，这个大厅，这个人民大会堂很厉害，就能把这么大的给装下。这个大厅呢，一圈非常大的大厅啊，大家想象不到的那么大的大厅，一圈啊。然后中间这7常委的位置，一个中间有一个代表隔着一个，就是从里面出来。按照往常呢，他们出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习近平走中间，走前面，李克强、栗战书，然后这样雁字排开。那么通常呢，栗战书跟李克强会往后退一点。让习近平往前走，就是一个雁字啊，左边3个，右边3个啊，这个新华社啪嚓一张照片，就7常委走出来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要突出习个人，就横着拍，这另外6个人就进不了镜头，就是横着拍，就是这往前走的时候，从这边侧边拍过去啊，从这边侧边拍过去，就拍不到另外6个人，就习近平一个人。
叫突出习近平一个人的，就这样。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有点特殊，今天情况呢，这个李克强坚决不退，直接就跟着习近平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这难坏了难坏了这个央视的这个摄影师，央视摄影师就一直让，当他往前走，他往这边拍，李克强往上走，这不就看见他了吗？他想拍他一个人，可是他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他的镜头你不能够拍到后脑勺去了，横着就没办法，就是一直就没有躲开这个李克强，所以李克强就一直在镜头里面，央视就一直想拍习近平一个单人的镜头，就李克强就愣是没给他拍到，就李克强一直站在前，一直走在他旁边啊，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这是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大家记住，官场的这种站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影响什么？影响镜头。其实中国做官有一半是什么？一半是做给镜头看，在镜头里面你是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样的地位，大家就会怎么看你。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李克强一直往前拱，说明什么？说明有变化啊，形势有变化啊。这第四啊。第五，会议的议程。今天会议这个议程呢，也很特殊啊。习近平讲话重要讲话啊，这个是一个议程，但是习近平讲话是放到中间啊，放在前面表彰完了以后啊，然后再习近平讲话。整个的会议谁主持？李克强主持。李克强主持会议，从头到尾都是李克强在安排啊，谁，所以你可以看哈，李克强这个角色在这次会议当中显得非常的重要啊，显得非常重要，全场操办啊，吃重啊。然后是什么？然后是栗战书宣读主席令，表彰前面这4个人，就是这个重点的4个人是主席令。主席令表彰这个国家勋章，这个人民英雄啊，这个主席令啊，栗战书来读一遍，然后王沪宁呢就宣读表彰决定，表彰这个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啊。王沪宁的表彰呢就很长，这篇文章就表彰这个讲话就很长。理论上来说呢，你一个中国的会议开会呢，就是它的开会的规矩是什么？就是谁站的时间越长，谁越重要啊。那么让这个王沪宁在会议上宣读这个表彰的决定这么长的文章，你完全没必要那么长的文章，因为后面还有习近平的讲话，你什么情况啊？所以可见这是故意安排的啊，这也是表明为了强调王沪宁的分量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汪洋、赵乐际、这个韩正、王岐山。王岐山是为什么会出来？不是他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这个排序就是7常委加国家副主席。为什么？因为国家主席是当然的总书记，所以就是7常委加上国家副主席，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常的排序，就总共是8个人啊，8个人。所以这个汪洋、赵乐际、这个韩正、王岐山出席，等于是全程陪跑啊，没讲话。那么这个局面呢，反映什么呢？反映了新的这种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场活动当中啊，习近平讲话，当仁不让，老大是他啊，他做主旨讲话。然后排第2是谁？排第2就是李克强。李克强主持会议。原来呢，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什么？经常出现的情况，栗战书。习近平经常用栗战书去顶谁呢？顶李克强。但是你看这次李克强强势出来，强势出头啊，强势出头说明这个
李克强的行情看涨，而且你从那个出来的那个整个会议的这个李克强的表现，那就是我印象中曾经有过一次啊，李克强在更早一点的是前2年的事，有一次开会啊，那李克强往那一站，那个表情非常不一样啊。所以李克强是一个他很容易表露他的状态的人，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李克强行情看涨，然后你从这个日程的安排，一尊的权力地位，习近平一尊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啊，这已经肯定是不复存在了。然后是这个集体领导的这个格局正在回潮啊，基本上回潮。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就是王沪宁啊，王沪宁已经成为习近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臂膀。那么王沪宁管什么？管意识形态，管意识形态，管媒体，管传媒啊。那么他就利用习近平利用王沪宁来管传媒，那当然对他的宣传好，肯定有保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的宣传规格是下降了的啊，明显下降了的啊。所以总结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然后习近平的确是保住了他原有的地位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他要分享一部分权力出去啊，这是一个啊。那么我看是李克强行情看涨，王沪宁的地位也在吃重，因为最近出来每次习近平出来都带王沪宁啊，都带王沪宁，也可能是他在刻意的营造这种氛围啊。然后就是对外政策是有所调整，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最近推出的一系列的政策是有调整，但是从大方向看没有太多的改变，就是以攻为守啊，以攻为守的大方向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策略，就是很多这个原来就是简单粗暴啊，就是上来就骂大街啊，就是欺凌弱小，就基本上是这样做。现在会有所调整这个手法啊。总之就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做出一些这样的观察啊。那么这个议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另外一个议题，另外一个什么议题？这个我一定要讲哈，这个议题，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9月8号在一个场合发表了一个叫坚守多边主义，倡导公平正义，携手合作共赢的讲话，然后他提出一个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啊。这个安全倡议呢，遵循王毅表示，全球数据治理应遵循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3原则啊。他发起一个安全倡议，这个安全倡议有几点，我说一下啊。第一，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和稳定，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3，采取措施防范制止利用信息技术侵害个人信息，反对滥用信息技术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4，要求企业尊重当地法律，不得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数据存储在境内。5，未经他国允许，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调取境外数据。6，企业不得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后门。我看了这个以后，我的火都出来。这是个非常可耻的倡议啊！不是因为这个倡议的内容，而是发出这个倡议的
提出者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一个强奸犯提出倡议说保护妇女儿童啊，这有点像这个，还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小偷提出倡议保护私人财产安全，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中国政府毫无疑问是数据安全的破坏者啊！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数据控制、控制啊，对外国进行数据渗透、数据侵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政府比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更多。所以为什么我会愤怒的原因就在我今天特别要讲那个啊，这是一个，就是首先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可耻啊，这第一。第二，当然中国政府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无的放矢，它是有意图的。它有2个基本意图。第一个基本意图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基本意图就是有针对性的，就针对什么呢？针对美国，还是美国。中国做工作大部分是针对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5号发表政策，一个什么政策呢？干净网络倡议啊，大家还记得吗？确保美国网络不受中共的影响。干净网络倡议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干净的电缆，干净的下载商店，干净的 APP， 干净的电讯服务商，干净的这个电缆，5个干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影响非常大的，这绝对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倡议啊。美国提出一个这个倡议，其实是一个柔性的政策，他先用倡议啊。我先来干，但是我倡议大家一起干。这个一起干是什么？大家要一起干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孤立中国，就是把中国从网络世界上孤立起来。先是跟中国脱钩，通过5个方面和中国脱钩，叫数据脱钩。这个数字脱钩很厉害，非常厉害。然后提出倡议，全世界一起跟中国脱钩啊，数据脱钩，这数字脱钩非常的强大，这无疑一场战争啊，这是无疑一场战争。然后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倡议，然后这个王毅就提出一个数据安全倡议，其实就是针对蓬佩奥的这个干净网络的倡议。蓬佩奥的干净网络倡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中国政府，中共是网络安全的危害者，我要跟他脱钩，我要跟他隔开，他会危害我们的安全，通过数据来危害我们的安全。所以中国是他的这个倡议就是讲得很清楚，中国是数据安全的危害者，我要保护国家安全，所以我要跟他脱钩，我要倡议一个安全的干净的网络。那么王毅就上来就提出来，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提出个倡议，提出个什么倡议呢？就是网络安全的数据安全的倡议。那么通过这个来掩盖中国政府进行数据监控，进行数据渗透，进行数据盗窃，进行数据洗脑的行径，他掩盖，通过我来喊这件事情，怎么反客为主啊，争取主动，这就是一个这个心态啊，这个心态，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他提出这个数据安全倡议，首先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干净网络的倡议啊，就是其实是自我辩护，这是第一头。第二头是什么？第二头是针对现有的2个案子，一个案子是 TikTok， 一个案子是微信。这2个案子其实美国其实在提出这2个案子有个非常核心的理据，就是这2个软件危害美国安全。为什么会危害美国安全？因为它侵犯美国人的这个隐私。为什么会侵犯美国人的隐私呢？因为中国有2个法律，第一个法律叫国家安全法，第二个法律叫国家情报法。这2个法律都有规定，要求所有的企业和个人
配合情报部门获取他们想要的资料。所以如果这些企业他不想违法，他就必须配合中共，配合中国政府去获取因为你这两个软件都在美国流行，就能获取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中间是有个逻辑的啊，这中间这个逻辑，中国提出这个安全数据的这个倡议呢，其实是想办法为这个中国，其实这两个法律一出来，就把全中国的企业全绑上了，全中国的企业，全中国人民全绑在这战车上了。其实呢，你用这两个法律一套的话呢，其实从中国来的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没有人是安全的。为什么？你有法律规定啊，你得去配合它，你是不安全的，就把大家全给捆上。他的这个倡议呢，是想解套，当然其实解不了套，但是总比没有强，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数据安全倡议有3个不提。第一个，不提公民的隐私权啊；第二个，不提对本国公民的保护；第三个，不提政府行为的约束。就这3个不提，为什么？因为这3个就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啊。所以呢，大家就在这个倡议呢，其实在现有的这个国际环境的氛围之下，中国提出这个倡议，除了找骂没有别的结果啊。但是我还是要出来讲一下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呢，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提一个请求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1年多啊，那么在这1年多当中，我本人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与此同时，我们的网友非常的支持我啊，然后我们很多幕后的朋友也在支持我们这件事情啊，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提过很多的意见，提供很多的帮助啊，我都这里一并感谢。那么我们这个节目走到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中间其实我们的节目形态中间发生过2次非常大的改变。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节目，和我们过去最初看的节目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中间有2次很大的调整。但是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节目的形态，包括我们的范围，我们关注的点，因为我还是有局限的啊，我关注的点不多啊，我还是要扩大我关注的点。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维的框架，把那思维框架打开啊，开放思维。所以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有新意啊，求变啊，我的心态现在是求变。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请大家给我一些帮助啊。任何朋友啊，任何网友啊，如果有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都跟我提啊。我要去变，我现在要去想改变。所以请大家帮助我啊，给我提意见，给我提建议，给我提想法，任何事情跟我提，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好吗？OK，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你可以给我们在互动节目环节当中讲也行，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也行，你可以在我们的社区，最好是发 email 给我，或者是在聊天在这个互动环节提，好吧 ？email 就是我们每个视频下方都有我们的反馈 email， 请大家发 email 给我。你的建议是我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好
好吗？啊，谢谢。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啊，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好吗？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明谢。郭喷色，谢谢王先生，请喝杯咖啡，谢谢 Kiki， 谢谢。情况：芳芳的武汉日记日文版明天上市。芳芳说过，外文版的版税收入要捐给武汉死难医护人员的遗属，所以打算明天一早就去书店买几本。非常好。Olivia H， 谢谢。每次回想起李文亮医生的逝世和他的死亡时间被刻意推迟到凌晨，我就感到愤怒、荒谬和无力。Lear， 谢谢。提问：王老师，为什么现在开表彰会呢？疫情还没完啊？我觉得他是要开表彰会是这样，如果一件事情结束了，就开庆功宴啊；如果没结束，那当然不能开庆功宴。我觉得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向大家宣布，我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他是想这样宣布宣布一件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疫苗疫苗。那个陈薇，大家记得吗？陈薇就是那个接管病毒所的那陈薇陈薇说这个可以生产3亿，现在正在扩大产能，说这个他们现在已经研制出来了这个疫苗能够全覆盖等等。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们说已经搞定疫苗，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如果说正常一个必须，当你进入社会进入正常的话，你必须后面要有疫苗的支持。如果没有疫苗的支持的话，所谓的正常都是假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很想什么呢？很想当全世界还没有走出疫情的状态下，赶紧跳出来，这对中国很有利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情况下跳出来，那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他率先进入一个常态。中国率先进入常态，我觉得是合理的合理。为什么？因为中国最先爆发理论上它应该最先走出来，就按照这个病毒的周期来看。但是现在有风险在哪里？就是第一个风险就是那个疫苗因为它不透明，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个中国的就陈薇说的这个疫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判断不了我们只能得到有限的信息，这个有限信息真的无法做判断。但是无论如何，疫苗是一个风险，我认为疫苗在现在的中国是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如果率先进入常态的话，其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输入性的这个案例怎么控制的问题。因为你所谓的正常，你肯定内外也要正常，内外不正常，其实你光内部正常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互相的这个互动非常的密切，如果你里外沟通运输也好，人员往来也好不正常，你里面的正常也不是完整的正常，所以这两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现在宣布这个开表彰会，其实就是向大家宣布我们的疫情结束了，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恢复常态，就这个意思情绪，我这么一个文静的美女，今天听到了这个会议内容，都心里默默的骂了人。好，骂得好。观点：钟南山公开发言说病毒疫情首发在武汉，但不能说病毒来源于武汉，可能这才是他的最大功劳吧。是的，
然后他最大的奖赏不是那个金链子啊，他最大的奖赏就是莲花清瘟啊。观点：钟南山最大的贡献是混淆了病毒的来源，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我认为中医根本就不是科学。中医从你看一下医字怎么写的，医字怎么写？繁体字医字怎么写？医其实医近乎巫，医者近乎巫，巫是什么？巫术啊，医者近乎。中医呢，其实跟巫之间的距离不太远，有点距离，但是也不太远。所以医者近乎巫啊，它肯定不是科学，医学肯定不是科学。如果把中医当做科学来分析，那它就已经不是中医了啊！中医肯定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方法论，中医有没有这种方法论？当然没有。观点：因为中国实在拿不出像样的基础医学，所以只能用临床专家来充数。观点：在墙里头，荣耀犹如华丽的服装，遮盖不为人知的丑陋身躯啊。观点：中共开会越来越像集体小品。今天没看表彰直播，但是朋友圈转发看到，原来老板和很多熟人、医生获奖。有些人得了人民英雄、全国优秀党员，我仔细看了名单，就觉得非常好笑，完全是腐败分子分赃大会。这些人长期多副面孔，不精神分裂才怪。情绪：李文亮之死是我人生第一次为一个陌生人哭了一夜，也正是那个时候，无意中看见王老师的节目，从此每天2期必看。王老师已经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感谢你。我不敢当精神领袖，我希望做大家的精神伴侣，好吗？谢谢。观点：中药就是安慰剂，给那90%的轻症喝的。这次疫情用维德西韦战胜的，最后说美国人制造病毒有解药，再到维德西韦没用论，现实版东郭先生和狼。瑞德西韦啊。观点：中共推崇中医中药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为了塑造老百姓的无逻辑性。观点：南美洲丛林里的猴子都会吃特定的植物来治疗痢疾，所谓中医就是经验医学，没有现代医学的年代，全世界都经历了跳大神和抹草药，别人都已经相信科学了，只有中国还守着这堆垃圾，还觉得自己有多特殊呢。好，我全念观点啊。观点：神农尝百草，同时期的欧洲也这样，但经过了2000年，到了李时珍写了个本草纲目，东西是多了，方法一点没进化。再看看同时期的欧洲，显微镜、解剖学、微生物学已经开始得到发展，中医就是个笑话。观点：王沪宁的做法是否证明习的政治地位下降？是否会出现习的第3任成为泡影？习的政治地位下降是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他的政治地位是下降，但是他下降到什么程度？他的地位是下降，他的权力是不是受影响？他的权力肯定是在中国的政治当中政治地位跟他的权力的大小是有关系的。政治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政治地位越低，权力越小。那么他下来了，肯定是下来了，但是他的权力有多大的影响不好说现在不好说。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够继续连任第3任，这中间从现在再往后20大这个会怎么开成什么样，中间有一系列的权力斗争现在没有人能够下结论说习能不能做第3任，没有人。现在一拍桌子说行或者不行，那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么长的时间还要打一阵子情绪非常愤怒，李文亮和吹哨的医生才是应该被表彰的，非常正确。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是
你看那4个就知道是什么人，他们在表彰什么人啊？观点：专制、腐败、无能的烂系统搞出来的烂结果，怎么荒诞离谱都不奇怪。不是王老师点出来的诸多疑点，根本不会注意这些变化。观点：共匪网络数据安全的喊话和五费甩锅如出一辙，就好像翻来覆去就这么只会这一下三滥的招数。提问：河北省新规定，党费不可以再用 APP 缴费了，理由是会泄露党组织框架。共产党这是要转入地下了吗？党组织框架，你能具体一点吗？我这看不出来是什么。不能用 APP 缴费，那怎么缴？交现金吗？还是怎么样？银行转款？观点：全世界最能摆中国文字稿为手段来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以王沪宁为首的大量的御用文人和媒体，给所有中国人洗脑，几十年来没有一天停过。没有新闻自由，真相是很容易被扭曲。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是明镜，只是位于暴力维稳的无奈。谢谢王老师给大家开启明智，永远支持你，谢谢你的支持，给我提意见啊，给我提建议好吗？大家提问：很多人和别人谈起一些可怜的人，就会说可怜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越想这句话越觉得恐惧和有问题，但又说不出来。听王老师您如何看待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你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田地，肯定你之前做了一些事情让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其实归根结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就是你现在的处境是你自己造成的啊，就是你不能赖政府啊，你不能赖皇帝哦，就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有些人大家知道什么决定命运吗？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性格会影响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导致你的后果，就是导致影响你的人生的轨迹。那你经常你变成了一个很可怜的人，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的性格的原因，你的性格造成了你现在的局面。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双重含义啊。情况：家里有亲人打了疫苗，大国企要求签自愿协议，当天晚上发烧38度，浑身疼，还好过3-4天就恢复正常。我让他去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抗体，他都不敢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怕自己被隔离起来。疫苗会有一些身体反应是正常啊，正常。那么3-4天恢复也是正常。那么有没有抗体就不知道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我不清楚。我对中国产的疫苗没信心啊。中国有那么多假疫苗，你真确保这个疫苗是真的吗？提问：按照现在中美关系发展，现在人在墙外，但家人还在墙内的人，回家探亲有危险吗？今年是疫情回不去了，明年呢有点不敢回，谢谢。我不知道明年会变成什么样，现在才9月份，明年我不敢讲啊，不敢讲。不是说回去有没有问题啊？我认为其实在目前的疫情的状态，全世界包括美国，其实你正常的生活是没有太多的影响，就是你注意洗手、戴口罩、保持距离，你把这些动作做完，理论上你应该是安全的啊，因为我不觉得现在有多么危险。那么但是
但是在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是有风险的啊，不论是在哪里，其实不论在哪里，其实当人群聚集的时候，比如说商场、电影院、餐厅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你就要想清楚，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你愿意承担的风险你就去，不愿意承担的风险你就别去。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社会都处于半开放状态，就是你不去这些人群里面，你自己生活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要想明白，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决定你要该怎么干。就是说我干这件事情，你所面临的风险这是无法改变，你别假装不知道没有，那不是的。你比如说人群多的地方，商场里头有风险，但是你说我觉得这个风险可控，我觉得我能承担，我就去了；我不能承担，我就不去。大家要明白这事情就行啊，而不是说假装不知道或者是忽略它，这个不行啊。观点：中共喜欢掩耳盗铃，疫情没有过去，自己开个表彰大会宣布疫情结束。当初宣布要彻底脱贫，是否真的脱贫不重要，反正到年底发几篇通稿，宣布完全脱贫就脱贫呗，非常正确。小康社会，习近平自己给自己解套，说我们小康社会，你们别用硬指标，用相对指标。这硬指标没达到，一看就知道硬指标没达到，它就要变成相对指标。你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啊，《求是》杂志的文章，习近平给自己已经全解套了啊。提问：我的一个好朋友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因拿不定在哪定居的问题而烦恼，请王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决定：一、留在墙内陪伴父母成家立室；二、抛弃房子和留下父母移民到西方去。这是个很难决定的事情。抛弃房子，为什么要抛弃房子啊？抛弃放父母住在房子里啊，所以移民他去西方。这个基本上对于客观的情况来说是没有任何分析条件的，因为无论是一还是二，都不能决定你是不是应该离开现在的地方去移民。移民是什么？移民不是，当然移民总的来说，所有的移民行为，只是有一个目标，追求美好生活，追寻美好生活，所以这是所有人移民的目标啊。但是什么叫美好生活？这个定义每个人不一样。那你要先把你自己的定义清楚，美好生活有哪几个条件？1、2、3、4、5。好，你在国内陪伴父母啊，陪伴父母其实不重要，在这件事当中不需要考虑，因为什么？因为迟早你父母会离开你的，你长大成人就应该离开父母，供养父母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父母和你一起住是一回事。你自己成家立室、自己独立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件事当中，你一定要搞清楚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什么。1、2、3、4，你自己定下来，然后就寻找什么呢？寻找连接这个美好生活各个条件路径最短的点在哪里，你就到哪待着，理解吗？很简单，就是说。你有4个条件，你在国内这4个条件很容易实现，那你在国内待着。你有4个条件，你必须在加拿大很容易实现，那你就去加拿大，就别在国内。至于说其他的问题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定位就对了，你就按照这个去安排就对了。为什么？4个字，事在人为。就你真要做这件事情，老实讲，迟早都能做到，只是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你说我不想付出代价，那你就别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当在人生当中，你要做任何一个变动，你都要付出代价，只是你要想清楚，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不是符合你的目标就可以了，好吧？这我提供的是方法论，我不会提供建议，因为建议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没办法给建议，我只能提供方法论，好吗？观点：陈薇的疫苗是用 AD5 腺病毒做载体，约50%的人口以前感染过 AD5 腺病毒，所以这些人本身对 AD5 的抗体会消灭疫苗，而不产生对新冠病毒的抗体，而且陈薇疫苗的副作用很大。这个我就不懂了。如果是你是专家的话，那你要多讲一讲，让我们多知道一点，好吗？情绪坐标帝都，曾经的媒体人，现在音乐行业，听王老师节目快1年了，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关注王老师，没想到近几期几个朋友见面都会以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来对暗号，发现都是王老师的观众，一谈起来竟然身边有不少同好。王老师加油，我们需要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与评论节目，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大家，请大家给我提意见，给我提建议，好吗？观点：要理解美国，不能忽视美国的立国之本，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推荐王老师和各位朋友读一读《美国的本质》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多年前在国内读过，对我很有帮助。OK， 好的，谢谢你。情况：在周遭的人群中讨论中医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只要一质疑，马上有一堆人面红耳赤的开始围剿。明摆的事情就是皇帝新医好，情况：问过生产疫苗单位的关系人，他明确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疫苗。不到万不得已不打疫苗，什么情况？能讲具体一点吗？观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不值得可怜，也是我最讨厌的一句话，非常恶心。观点：如果王先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多讲讲中国近代历史，因为从大陆来的朋友深深的被共产党伪历史毒害。王老师可以谈一下所谓的中华文明。好的，这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很想做什么呢？一个是近代史，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就是中共建政这么多年，其实很少。就是我们如果用一条线来贯穿中共建政到现在的历史，什么历史呢？经济史，其实蛮好玩。其实你看中共的这个执政能力一塌糊涂，你从经济领域你就看得很清楚，那简直是乱来到了极点，就是他们拍脑袋已经拍到了就是草菅人命的地步啊！所以中共，我觉得就是近代史可以讲，我觉得还有就是中共建政到现在，他们干了些什么啊？那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我在梳理各种可能性啊，大家给我建议好吗？观点：能否请王老师把真正的党史拉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谢谢。这也是好题目，就是中共建党到现在它一直的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啊。观点：建议王老师能把重要的消息以插图或者 PPT 的穿插一下，不需要多，主要是看点就可以。还有重要的视频可以穿插，这是本人一点建议，非常好。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在准备 OBS OBS 如果我们可以上的话，我可能每期节目我们可以把这期的总结给它在视频中展示给大家，大家一目了然可能会好。然后一些图，有一些照片，有一些这个图片，我经常讲，你看大家看看人民日报，结果大家都看不清楚，直接插到这个视频里面去，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吧？所以我们会改变，这个会一步一步来实现啊。观点：王老师如果不做成一个团队，很难改变。我觉得要改变要团队化，好主意团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要志同道合
第二个，大家也知道我也得小心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五毛很多所以你不小心搞出一个问题来，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顾虑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准备这个团队的这个是没有疑问，我们要持续的走下去，一定要有团队，但是团队也需要一些条件，比如说需要一些资源，比如说需要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 vision一定要有一个愿景，就是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节目做大做强，不是这样，我要想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变成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谢谢明谢 Roger 谢谢 Daniel 梁谢谢江新云谢谢 Jessie 蔡谢谢 Ada 梁谢谢 Nina Ive 谢谢。疫情以来一直在听王老师节目，因原来的网课实名，课程结束，这也是第一次给王老师打赏，与您同行，永远支持您，感谢 Nina 谢谢。邓丹谢谢 John Snow 谢谢刘玉涵谢谢，非常期待王老师讲近代史 OK 好吧近代史我也很有兴趣看看怎么去准备，因为现在要讲近代史真的不容易因为有大量的功课要准备OK 好，感谢大家的建议，给我多的提意见，那么我会尽快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成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